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今天要開箱的呢，就是來自法國的 Carbass 主動式無線同軸喇叭 The Pearl Akoya。那它不用另外買擴大機，也不需要接一堆的線，你也不需要在客廳擺滿黑黑方方的大機器。基本上呢，你只要接上電源，連上網絡，它就可以直接開始表演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顆法式精品小鋼炮究竟是只有外表漂亮，還是真的可以把你的家從客廳變成音樂廳。正式介紹之前呢，我們先來聊聊 Carbass 它是什麼來頭呢？它在法國音響界的地位呢，就等同於精品的等級哦。Carbass 家族它是制作弦樂器的歷史可以一路追溯到1740年，家族呢好幾代都是在制作小提琴啊、中提琴還有大提琴，一直到1950年呢，George Carbass 正式創立音響品牌，他把家族幾百年來對於樂器的音色啊、共鳴跟聲音的質感，他的理解全部都投入這個揚聲器的研發，所以別人做喇叭可能是從電子工程開始 ，Carbass 做喇叭則是先做了200年的小提琴，才突然畫風一轉，變成做喇叭。難怪他們家的產品呢，從聲音到造型啊，都有一種非常濃厚的法式藝術感。而 Akoya 這個名字呢，它是來自日本的阿古屋珍珠，它象徵是精緻完整，那也帶有一種外形小巧內在卻非常有能量的感覺哦。放在這台喇叭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貼切。先看外形呢 ，Akoya 採用 Carbass 非常具代表性的球體設計。很多人呢看到球形喇叭，第一個問題會是說，它為什麼一定要做成圓形的呢？那因為球體呢，它不只是為了好看，傳統方形的音箱內部有許多平行面哦，聲波在裡面反射的時候，比較容易形成駐波跟干涉。那球形箱體呢，它可以減少這些問題，讓聲音的擴散更自然，那也更符合 Carbass 同手點音源的設計理念。當然，這些是工程師在意的事情，對一般人來說呢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說它真的很好看。那它的外殼呢，不是一般塑膠的廉價感哦，而是以特殊注塑樹脂跟纖維材質製成的。那表面呢，再施作6層的鋼琴烤漆，它有珍珠白跟金屬黑2種顏色哦。在燈光下面看，表面呢，它會浮現一個很細緻的金屬光澤。那珍珠白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優雅跟柔和，比較適合明亮或者是奶油色系的空間。那金屬黑呢，則是比較神秘，還有科技感。那放在深色或者是現代風格的空間裡面，就會非常的帥氣。Akoya 它的開箱儀式呢，也是做得非常到位哦。一般喇叭開箱就是把紙箱打開，那裡面有保麗龍。Akoya 它不一樣哦，它直接附上一個專用的硬殼攜帶箱。那這個硬殼箱呢，不只是好看，它也可以讓你在搬運啊，或者是收納時候提供更完整的保護。畢竟呢，這一台高單價這個精品音響，該有的情緒價值應該還是要給好給滿吧。配件包裡面呢，包含電源線、USB 線以及3.5mm 的訊號線，還有另外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實體遙控器。那第一次看到它呢，它採用圓形的設計，透過藍牙跟喇叭連線。最有趣的是啊，調整音量它不是一直按按鍵哦，而是直接旋轉外圈的金屬環，那轉動時候會有很滑順的阻尼跟回饋感。接下來我們進入硬核時間，為什麼這一顆直徑只有22公分的小球，它可以發出這麼誇張的聲音呢？首先，它內部搭載3組獨立驅動的擴大機模組，分別是負責高音、中音跟低音。那高音呢，它是到300瓦，中音是300瓦，低音則是450瓦，總輸出功率達到1050瓦，瞬間峰值更可以達到2100瓦。單顆播放的時候，最大音壓可以達到115分貝；2顆組成立體系統之後呢，最大音压可以達到121分貝。當然呢，我們不是鼓勵大家每天要開到最大聲哦。真正重要的是啊，強大的功率儲備，它可以讓它在播放音樂的瞬間呢，擁有更完整的動態和控制力。該輕柔的時候可以細膩，那該爆發的時候它也不會落氣。Akoya 第一個核心技術呢，就是 Carbass 招牌的同軸單體，它把高音跟中音單體配置在同一個軸心上，讓2個頻段呢聲音呢，它可以盡可能從相同的位置發出。同軸設計呢，就是希望不同頻段的聲音它可以同步集中的抵達聆聽位置。因此呢，在人聲的定位跟樂器結像和音場的連貫性上，通常呢會有很好的表現。
歌手呢，他不會一下子站在左邊，一下子飄去右邊，而是穩穩的站在你的面前唱歌哦。那這個概念跟我們過去介紹過的 KEF 它同軸喇叭是差不多的概念，但是不同品牌它都有自己的祖傳秘法跟調音風格。第二個核心呢是背後這顆17公分的 HELD 專利低音單體，它採用向後發聲的配置呢，搭配高剛性的球形箱體，在如此緊湊的體積下呢，仍然它可以產生非常強勁的低頻能量。那低頻響應呢，最低它可以延伸到30赫茲。30赫茲是什麼概念呢？當電影爆炸啊、鼓聲或者是電子音樂的低頻開始延伸的時候，你會感覺到空氣呢和身體都跟着產生震動哦。好的低音它除了要夠深，也必須要有速度、彈性跟控制力，不然呢低頻一出來，整首歌呢就會很像掉進泥巴裡面，全部都糊成一團。Akoya 的低頻力量很強，但是收放速度呢也相當利落，因此呢，不管你是要聽節奏感強烈的流行音樂，還是大編制的電影配樂，它都不會只剩下滿屋子的轟隆聲。作為一台現代主動式無線音響 ，Akoya 在連線功能上呢也相當的完整。那它支援 WiFi 跟藍牙，也提供光纖、RCA 類比輸入以及 USB 播放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是手機串流啊、電視、CD 播放器，甚至你想要直接放進隨身碟裡面的音樂呢，都是有對應的連接方式。透過 KOBUS 的控制 App 呢，你可以整合 Spotify、Tidal、KOBUS 等等的串流音樂服務哦。它內建 DAC 最高支援到32 bit、768K 赫茲以及 DSD 音訊格式。簡單來說呢，平常你只想要輕鬆聽音樂的人，你就可以很簡單的使用。那喜歡研究高解析音樂檔案的發燒友啊，你有足夠的規格可以慢慢的去玩。如果家裡還有其他 KOBUS 的串流設備，你也可以透過 App 建立多房間系統。客廳播放一首歌，那房間和書房也可以同步播放。在家裡走來走去呢，音樂它都可以一路跟着你。很多人也會問哦，Akoya它可以接電視當做聲霸使用嗎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它的光纖輸入設定中呢，提供低延遲和電視直通模式。那一般無線音響接喇叭，大家最擔心的就是演員的嘴巴已經講完一句話，那聲音呢才慢慢的跟上來。看起來就會像每一個人都在配音，而且配得還不太準哦。開啟對應模式之後，你就可以降低影音不同步的情況，讓它更適合搭配電視使用。如果使用2顆 Akoya 組成立體聲，你除了看電影時，你有更完整的左右音場，那平常聽音樂呢，你也可以獲得比單顆更明確的空間感。它不像是一般聲霸所追求的虛擬環繞啊，而是以真正左右分離的2聲道系統，呈現出更自然的聲音定位。再來呢，是我覺得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哦，就是 CRCS 空間自動校正。很多人買了好音響帶回家之後，卻發現說，奇怪，在門市試聽的時候明明就很好聽，為什麼回到家裡低音變得轟轟的？那問題呢，有可能就是房間的空間深水啊、牆面距離、家具跟地板材質，甚至是喇叭擺在哪個位置，都會有影響到聲音。Akoya 內建測量麥克風可以透過 App 啟動空間校正，設定完成之後呢，喇叭它會播放測試的聲音，那分析空間中的聲學反射和頻率狀況，再針對播放的效果進行調整。按下按鍵呢，它讓它自己處理。科技的目的不就是讓我們可以更優雅的偷懶嗎？另外呢 ，Akoya 它還搭載 DFE 動態保真優化技術，它會依照目前的音量啊，自動調整不同的頻段表現，讓小音量呢跟大音量播放的時候，它都可以維持在完整均衡的聽感。因為人耳呢在不同的音量下呢，對高低頻的敏感程度比較不一樣。有些喇叭呢小聲播放的時候，低音和細節就會像跟着下班一樣。但 Akoya 即使在較低的音量下呢，聲音它依然可以維持在一定的厚度跟完整度。半夜聽音樂，你不需要把音量開到太大，還是可以感受到音樂的層次。那到了周末想熱鬧一下，把音量拉高，它也可以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控制力。講完這麼多技術呢，最重要的還是說，它實際聽起來到底怎麼樣呢？我們第一個很明顯的感受就是它的聲音完全不像來自這麼小的箱體，因為一般我們看到體積小巧的無線喇叭，很容易預期它的聲音會偏集中啊、偏單薄，或是在大動態的時候會受到限制。
但Akoya一播放呢，聲音的規模感會立刻打破你對體積的想象哦。它的中高頻呢很乾淨細膩，線條又清楚，但是呢它不會刻意做得很尖銳啊，或者是刺激。播放人聲的時候，歌手的位置也會明確，嘴型跟輪廓也很集中哦，尤其是帶有厚度的女生啊，或者是爵士男生，會有一種柔順啊、溫暖又保留細節的質感。播放弦樂的時候啊，它的高頻延伸細緻，不會有過度銳利的摩擦感。那鋼琴的顆粒和重量感也可以清楚的呈現。在大編制管弦樂裡面啊，樂器之間的分離度啊跟層次感明顯超越一般單鍵式的無線喇叭。當然，最讓人印象深刻還是它的低頻哦，因為它的低頻不是鬆鬆軟軟那種只有分量而沒有輪廓，而是速度快，那彈性好，而且呢，真的可以感受到向下延伸的深度。鼓聲打下去的時候啊，會有很扎實的衝擊感。電子音樂的低頻呢，也可以產生相當強烈的空間壓力。如果跟市面上同樣強調精品外形、一體式操作和高階聲音表現的產品相比呢，Akoya它的特色是3頻相當的均衡，而且聲音帶有細緻耐聽的音樂性。有些精品無線音響呢，它會強調第一耳的刺激感，那低音很多，高音很亮。剛開始聽呢，你可能會覺得很震撼，可是聽久了之後啊，你可能就會比較容易覺得耳朵很疲累。Akoya它的低音就很有分量，但是不會一直搶戲。中高音呢，則是保留細節和質感，長時間聆聽呢，依然是相當的舒服。所以呢，它不是只有在派对的時候可以拿來炸場哦。平常聽人声、爵士、古典或者是輕音樂，也可以展現它細膩的一面。這也是我覺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。那什麼樣的人適合卡巴斯 The Pearl Akoya 呢？第一種呢，是你很重視居家美感，不想讓客廳出現一大排器材和線材的人。傳統 Hi-Fi 系統呢，可能會有擴大機呀、訊源、左右喇叭、電源線、訊號線、喇叭線。那 Akoya 呢，它只需要連接電源，就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播放系統，整體空間呢就會乾淨的非常多。第二種是希望操作簡單，但又不願意犧牲音質的人，你可以用手機直接串流播放，不需要每次聽音樂之前都先完成一個開機模式。第三種是空間有限，但仍然習慣獲得大規模聲音表現的人。Akoya 它的體積不大，你可以放在書房啊、臥室或者是客廳都相對的容易。但是它的功率呢，低頻延伸和動態超過一般人對這個尺寸的想象。Carbass The Pearl Akoya 單顆目前售價是新台幣66000元，你可以先從單顆開始，放在臥室、書房或者是中型空間使用。單顆就已經可以提供相當完整的聲音，以保留最簡潔的一體式體驗。未來想再升級啊，你可以加購第二顆，配成真正的左右聲道立體聲系統，再搭配原廠專用的腳架，你就可以進一步的提升擺位彈性、音場高度跟整體的視覺效果。一顆是精品無線音響，那2顆放在一起就正式進入高階2聲道系統的領域。總結來說 ，Carbass The Pearl Akoya 它是一台反差感非常強烈的產品，它看起來是非常的小巧優雅，但真正播放之後啊，你會被它的反差給震撼到哦。它有強大的功率、深沉的低頻、精準的同軸解像，以及相當完整的串流啊、空間校正和多房间功能。它把傳統 Hi-Fi 系統裡面複雜的器材啊和接線濃縮到一顆直徑只有22公分的球體裡面，真正的做到體積像珍珠，聲音像炮彈。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套外形精緻啊、操作簡單、音質好的頂級無線音響啊， Carbass The Pearl Akoya 它絕對值得放進你的試聽名單。這一台啊，真的不能只看照片，也不能只看規格，因為你一定要親耳聽過才會理解哦。歡迎大家到英格蘭家居實體門市親自感受這顆法式小鋼炮的實力。喜歡今天的開箱評測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哦。我是晶晶，我們下一支影片見，大家拜拜。Married now,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.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't give to you. Old friend, why are you so shy? Ain'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.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, but I couldn't stay away, I couldn't fight it. I had hoped you'd see my face